本集影片由 BingX 赞助合作播出。自从比特币发行以来，近10年来，区块链跟加密货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2020年，中国推出用区块链开发的数字人民币。2021年，萨尔瓦多成为第一个把比特币当成法定货币的国家。今年初，周杰伦更进军 NFT， 秒杀进账8000万。Elon Musk 甚至在 Twitter 上表示会大力支持狗狗币。到底加密货币的出现会对未来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多数书籍、影片都只告诉你区块链原理或是怎么投资加密货币。但是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加密货币的政治与经济》，就要来告诉你区块链与加密货币的大历史背后隐藏的政治思想，还有加密货币会如何颠覆未来的金融秩序。1990年代，网络开始普及后，人们发现网络拍卖不需要中间的批发商，网络订旅馆机票也不需要旅行社中介。在这股去中介化的浪潮下，有一位叫 Timothy May 的工程师发表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宣告网络应该是一个自由不受限制的空间。所以追求自由精神的工程师应该用加密技术来帮用户匿名，让政府权力不能侵犯隐私权，监控用户。网络世界的治理应该是靠网民们的自愿协议。这份宣言出现后，追随这套理念的人被称作密码朋克。他们在网络上成立邮件讨论群，讨论群里有自由软体运动发起人 Richard Stallman， 还有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他们聚集起来研究如何设置一个不受政府监督干预的网络世界，像是我们现在用的线上通讯软体加密，就是这群人在1990年代开发出来的。但是他们很快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如果网络应该是一个可以匿名、不受政府控制的地方，那网络交易是不是也不能用政府发行的货币？因为你在网络上刷卡时，银行就会留下记录，政府就可以找到你。例如，你想在中国买禁书小熊维尼，你的交易记录就会被习近平看到，而且在网络交易也必须遵守政府的法律，例如你必须缴交各种税金。所以只要把国家的货币带进网络世界，也就让政府的权力进到了网络。那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货币，既能保持匿名，不受政府或是银行管控，但同时又可以像电子支付一样全球通用？这就是加密货币的概念起源。它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海耶克。海耶克认为，政府发行的货币没有稳定的内在价值，因为央行的政策可以任意增加或是减少货币供给。只要政府印钞票，就会产生通膨，人民的资产就会缩水，等于是国家变相的偷走你的钱。所以海耶克说，应该要允许公民自行发行货币，让他们跟政府发行的货币一较高下，让社会大众自行决定要使用哪一种货币交易。在这种自由竞争下，政府的货币自然就会被淘汰，因为没有人会想要用会通膨的货币。这个理论叫做货币去国有化。2008年金融海啸后，这个理论似乎应验了。美国银行不负责任地搞次级房贷，结果美联储却大量印钞票来拯救那些银行家。所以密码朋克们认为最佳时机来了，社会需要一个不仰赖银行、政府任何中心化机构的货币系统。但是他们在设计加密货币时，一直无法解决一些问题，像是传统信用卡付费，银行会有记录扣款，所以同一笔钱你不能双重支付。但现在，如果银行从网络世界中去除掉，你在网络上把一笔钱拿去做2笔交易，也没有第三方可以监督。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让平台上的所有人都一起监督交易记录。但这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那些使用加密货币的匿名用户不是骇客操控的机器人？他们可能假装监督你的交易，但其实是想骗你通过这笔交易。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做到去中心化，让所有人都能够加入，但同时又要确保系统不会被有心人士趁虚而入。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匿名为中本聪的人，发明了比特币，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你注册比特币时，会得到一个比特币私钥，类似信箱密码，还有一组比特币公钥，类似信箱密码锁。所有交易都会匿名在网上公布，以避免双重支付的问题。只要你有运作比特币软体的电脑，你就能负责一个监督交易的线上账本，确认付款人是否拥有他们要交易的比特币，确定之后交易才会被批准。但大家没事干嘛要帮忙监督交易呢？因为监督交易的人可以获得比特币当奖励，也就是所谓的矿工。
矿工负责用电脑跑程式，处理中本聪设计的数学问题。如果有人的电脑解开了这个问题，就可以检查区块内的交易，然后获得比特币当作奖励。随着挖出来的区块越来越多，挖矿难度就会越来越高，电脑就需要大量耗电才能运作，所以挖矿的工作就被转移到电费更低的国家。那为什么叫做区块链呢？因为每一个区块被挖出来之后，都会加在最长的那一条区块链之后，而且还会包含前一个区块的加密内容，所以从后面的区块就可以上溯到第一个区块，这样就可以防止骇客篡改交易记录。如果骇客篡改了其中一个 X 区块， X 区块之后的所有区块都还是会保有 X 区块的记录。所以中本聪的比特币系统利用加密技术，把双重支付、监督交易、骇客攻击的问题都解决了。但系统开发好后，比特币是怎么流通到社会上的？比特币刚出现时其实没什么人用，一个比特币不到 0.1 美金。但是在2010年，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因为公开美国政府的各种内幕而被封杀。美国政府停掉了维基解密所有的金融捐款。密码朋克们认为，这正是加密货币可以用来对抗国家权力的最好时刻。所以在2011年，维基解密就开始接受比特币捐款。至今，维基解密的营运主要都还是仰赖比特币捐款。但同一时间，比特币也被贴上犯罪货币的标签，因为在暗网上出现了毒品交易的平台丝路，就是使用比特币支付。因为比特币的匿名性非常适合非法交易，黑道洗钱、掳人勒索、买卖毒品都可以用比特币。但是在2013年，暗网交易平台的主谋 Rose Uberlich 被 FBI 逮捕。这个新闻让比特币的声势大涨，一枚比特币涨到了1132美金。因为刚好2013年正值欧元危机，许多投资人正在寻求其他的保值管道。比特币这时候就从原本的货币功能逐渐转变成投资标的，甚至是短期炒作的工具。所以应该如何评价比特币呢？首先，它很难被当成一种货币，因为比特币时常会暴涨暴跌。一块比特币今天可以买一颗苹果，明天可以买苹果手机，这种货币你敢使用吗？还有比特币能处理的交易量太少了 ，Visa 卡每秒可以处理56000笔交易，但是比特币每秒最大交易数是7笔。而且区块链产生的速度是每10分钟1块，这种速度根本无法应付全球规模的日常交易。一个解决方法就是让区块变大，但这就需要更多的硬体空间，所以矿工的电脑设备就要更好。这会造成只有少数人可以挖矿，权力就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但是比特币的初衷明明就是要去中心化。事实上，截至2020年，有 50% 的挖矿活动都是由5家公司执行的。而且这些公司的总部都在中国境内。经济学家 Yanis Varoufakis 就认为，比特币不可能成为通用货币，因为去中心化的系统没办法应对经济危机。过往经济危机发生时，有一个中心化的政府可以大量印钞票来救经济。但如果比特币发生经济危机时，矿工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挖矿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比特币非常不环保。比特币挖矿1年的耗电量跟瑞典全国1年的耗电量一样多。在当今气候危机的情况下，一个需要大量耗电的货币就很难取得正当性。所以比特币虽然号称是去中心化的货币，但它其实既非真正的去中心化，也不是真正的货币。大家有没有想过，制作这些区块链加密货币的工程师，他们的收入从哪来？很简单，一群有创业想法但是缺钱的密码朋克，可以发起像嘖嘖一样的集资专案，先制作加密货币来集资，有兴趣投资这个区块链平台的人，就可以抢先拿到他们的加密货币，未来就可以用这个货币在平台上交易。所以加密货币就有点类似股票，同时也让新创企业可以绕过资本家，直接跟用户拿创业金，这叫做首次代币发行 ICO。像是仅次于比特币的第2大加密货币以太币，就是用 ICO 发行的。他们卖出了1200万枚以特币，总共募到了1亿5千万美金，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募资计划。而且你投资的不是实体企业，而是投资一堆程式码。但是以太币刚集资完，就有骇客利用程式中的漏洞偷走了5000万美金。现在问题来了，以太币的平台是一种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所以公司没有 CEO 负责人，唯一明确的公司规范就是代码本身。那如果代码会被骇客入侵，就代表它容许这种交易发生啊，
就像是公司没有明文禁止你不能进公司把钱拿走一样。所以这不能称作骇客入侵，是你自己当初把代码写得太简陋，而且你也不能用法律来告，因为公司没有一个负责人。加密货币的初衷本来就是保证交易不会被任何权威介入，所以即便今天是资金被盗走的交易，就连创始人也不能介入，否则就违反了去中心化、反对权威治理的原则。更大的问题是 ICO 看似是投资区块链，但时常会变成炒作骗局。加密货币首度发行时，常常是几十秒内就闪购一空，因为第一批买家会刻意囤积货币，让其他人买不到。等货币上市后，价格上涨，再把原本囤积的货币卖出。所以这些人只是要自己赚钱，不是真的要资助区块链事业。研究发现，从 ICO 出现一直到货币真正在平台上市，货币的价格成长 190%。所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开始盯上了 ICO， 认为加密货币不是拿来使用的，而是拿来赚取利润的。所以本质上类似证券，应该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事实上，有些加密货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庞氏骗局，例如2018年出现的维卡币，发行人伊格纳多瓦至今还被美国 FBI 列为10大通缉犯。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密货币诈骗案出现，监管越来越多，2018年就出现了大量的加密货币抛售潮，导致价格暴跌。加密货币整个产业价值缩水了 80%， 可以说是泡沫化了。全都是泡沫，全都是泡沫。这种情况就类似20年前的网络泡沫，泡沫破裂后只剩下几家公司活下来，像是 Amazon、eBay。同样的，加密货币的泡沫破裂后，反而可以淘汰那些投机者，留下来稳健的加密货币，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我们刚刚说，加密货币因为波动性高，不能真的当作货币使用，所以币圈里就出现了一种稳定币，透过跟法定货币挂钩，让波动性降到最低。例如创造出一个加密货币，就同时储备1单位的法定货币，保证加密货币可以随时兑换回法定货币。例如2014年出现的泰达币，就是跟美金挂钩，1美金可以买1个泰达币。买了泰达币之后，你就可以在区块链上交易。稳定币的出现就提供了一种避险的投资选择。例如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多人买比特币来避险，所以当时比特币价格飙升到了4万美金。但是当疫情趋缓之后，比特币又开始下跌。或者是许多欧美国家的富豪世家，他们的家族经历过2战期间的恶性通膨，非常害怕政府介入货币市场，让他们的资产缩水，所以他们也会开始利用加密货币，希望稳定币可以像黄金一样保值。简单的说，当你希望你的加密货币可以避开市场波动时，你就可以把比特币换成稳定币。所以从2019年开始，泰达币取代了比特币，成为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但是立刻就有文件揭露，加密货币平台 Bitfinex 与泰达币公司的主要股东、经理竟然是同一批人，所以只要比特币市场低迷时，泰达币公司就可以把大量的泰达币换成比特币，借此抬高价格。这让币圈的人非常不爽，认为他们在操控市场，所以在2020年，他们就对泰达币公司发起集体诉讼。而在中国，因为官方禁止使用人民币来买加密货币，只有少数管道可以买到泰达币，所以中国人都是买泰达币来换其他加密货币。但是这种稳定币的出现也引发不少人的批评。原本比特币承诺要去中心化，但是稳定币却是集中化管理，因为需要公司去储备一定量的法定货币，总要有人负责管理银行账户，所以只要稳定币跟实体货币挂钩，就没办法去中心化，也就不符合当初比特币的初衷。更吊诡的是，当初发明加密货币的密码庞克，就是不满美联储任意增加或是减少货币的供给，结果现在稳定币自己也在储备美元货币，所以稳定币的出现，就让原本支持加密货币的理念开始产生了矛盾。2018年，脸书宣布开始研究区块链技术，聘请加密会议交易平台的董事 David Marcus 负责执行。2019年，脸书更宣告要发起天平币，但是这种天平币不是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由25家企业组成的天平币联盟发行的数位货币。
脸书说，这是为了帮助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也可以使用金融服务，以后就不需要银行转账了，可以直接在 WhatsApp Messenger 上使用天平币钱包发钱给别人，就算你没有银行户头也没关系。想象一下，如果27亿脸书用户都使用同样的货币，几乎是一种货币全球化，而且不是由国家控制，而是企业。这种天平币不是真正的加密货币，因为它是算在你的脸书账号下，根本无法匿名，所以你不知道你的交易资讯会不会被脸书监控，把资料贩卖给购物网站，购物网站就可以知道你的钱包余额，故意降价让你产生购买的欲望。在天平币的计划发布后，世界各国的政府就出现各种批评。法国财政部长 Bruno Le Maire 说，祖克伯是妄想建构新的主权货币，不能允许天平币出现在欧洲。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长王兴说，如果脸书天平币变成主权货币，全世界就会变成美国的天下。川普则在推特上发文，天平币只是虚拟的货币，不能信赖。美国只有一种真正的货币，就是美元。到底各国政府在怕什么？如果天平币在脸书上流行起来，世界上1/3的人口仰赖它，等于只要一次骇客攻击，就可以瘫痪世界上1/3的交易。到时候还需要各国政府出面来擦屁股，而且整个金融秩序的掌控权会从各国政府转移到一家企业的手里。所以在各国的反对声浪出现后，天平币的许多创始成员 PayPal、eBay、Visa 纷纷宣布退出。天平币的构想虽然没有成真，但反而迫使世界上80%的央行开始开发中央银行数位货币。因为现在大多数交易都可以不用现金，所以国家的银行机构如果只负责印钞票，反而是跟不上时代。应该让公民直接在银行开账户，用手机电子支付。最先开第一炮的就是中国的央行，在去年就开始禁止所有虚拟货币交易，由政府发行自己的数字人民币，可以用应用程式直接支付转钱给别人，不需要透过银行中介。但是数字人民币的用户不是匿名的，这让中国政府可以透过应用程式直接监控全国的交易。萨尔瓦多的政府也在2021年宣布使用比特币当法定货币，因为萨尔瓦多70%的人口没有银行账户，如果用比特币钱包来交易会更方便，而且萨尔瓦多1/4的电力供应来自地热，适合用再生能源来挖矿比特币。但是这项政策上路后，以太币的发明人布特林就批评，政府强制企业接收某一种加密货币，本身就是在限制自由，反而违反了设计加密货币的初衷，就是要逃离政府的掌控。过去30年来，加密货币都是源自一项政治计划，就是货币去国有化、去银行化。但发展了30年，却引发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许多国家央行开始搞自己的加密货币。摩根大通的 CEO 原本批评比特币没有内在价值，但现在摩根大通也在做自己的加密货币。那加密货币背后的政治意涵是什么？左派右派有不同的解读。美国右派认为，加密货币可以用来打败犹太人把持的银行集团，这个首脑就是美联储。所以反对银行体系的背后，其实藏有一种反犹主义。但区块链社群里也有左派人士，例如台湾知名的唐凤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有比特币的共同创办人 Amir Taaki 曾经到叙利亚帮库德族人对抗 ISIS， 见识过民族国家带来的战争如何剥夺人类的自由。所以他在2018年到加泰隆尼亚成立了一所综合技术自治学院，研究如何用比特币来实现地方自治，解除国家的掌控。还有以太币的创办人布特林相信加密货币可以消除当今社会的不平等。他在2019年的年会上跟经济学家 Glenn Weil 提出一种激进市场，就是用区块链的技术来达成废除私有财产的自由市场，还有用平方投票法来实现真正的民主决策。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介绍这个有趣的理论。总结来看，区块链现在可以说是各据山头。一派人认为未来可以发展出新形式的民主，消除全球财富不平等。一派人认为加密货币可以对抗被犹太人把持的政商集团。还有一派人靠投资加密货币发大财，或是变韭菜。如果你要找方便简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那就试试 BingX 加密货币社交交易平台。BingX 在欧美加澳各地都有政府认可的金融服务牌照，让你能够安心使用，提供详细的加密货币入门知识，就算是币圈新手也不用担心。
同时具备网格交易功能，可以根据市场波动自动低买高卖。点入建立策略后，输入想要的投资额，下单后就会自动帮你低买高卖，让你不用盯着荧幕也能躺着赚。同时提供懒人跟单功能，让你随时掌握其他交易员的跟随人数、跟随收益。也欢迎你加入超级歪专属的 LINE 社群，会有小帮手协助回答赠金、止盈止损等基本设定。每周还有社群免费的线上课程，让你更进一步成为币圈达人。现在扫描超级歪的 BingX 邀请码，前100名注册的会员就可获得20U 爽歪歪赠金。使用 BingX， 让我提早实现财务自由。超级歪以后就不用接业配喽。更多 BingX 交易平台的资讯，请看下方资讯栏连结。别忘了留言加分享本集的脸书贴文，就可以抽加密货币的政治与经济一本。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